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前段时间我不是有在爱马仕的官网买到2只我心仪已久的包包，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金棕色的 Lindy，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背后的这个 Herbag 的飞马限量款。那在我买到现在接近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这期间一直有收到非常多的私信，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分享一下我在爱马仕官网上面刷包的一些小心得，是不是有一些小窍门可以大大的去增加你刷到自己想要包包的这种几率。那今天的视频呢，一共会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这2个月我用下来发现的一些关于这2款包包的一个优缺点的测评，希望给到同样长草这2款包包的一些小伙伴们一些信息的参考。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自己总结，通过我的实战总结出来的一些刷包的小 tips。关于下单之前的准备工作、下单的步骤，以及说事后的注意事项。那今天的内容呢，我觉得应该会很紧凑，所以让我们其他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视频的主题吧。2 AM in the car playing our favorite song。那先来说这一款 Lindy。它的皮质呢是一个 TC 皮，也是 Lindy 这款包包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个皮质，是来自于1岁以上的公牛。它跟 Togo 皮一样都是非常耐用的，但是它相对来说呢会稍微的偏重一点，然后皮质纹路上面的这种颗粒呢也会更大。另外就是它皮质的含油量呢会比较偏高一些，所以呢用久之后这款皮质它会出现那种塌塌的很慵懒的感觉。但是这款皮质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它不可以沾水，渗水之后它的皮质上面会出现水泡，所以呢就是下雨天最好呢不要拎它。皮质的颜色呢是金棕，金棕也是爱马仕3大金刚色之一嘛，所以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难买一点。我选的是一个搭配银扣的这样子的配色，相对金棕去配金色的话，它会显得更加的随性跟休闲一点。尺寸上的话，我买的是一个26的尺寸，它内袋的这个容量真的很大，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够用的。它是一个 Y 扣，也就是代表它是一个2020年的包包。首先就是它在包包的那种小的口袋以及说内袋的设计方面都非常的实用，像是包两侧的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袋子，你平时可以很顺手的把手机什么的塞进去，然后拿起来呢也很方便。然后包包里边的话，它在两侧的位置上面同样有给你设计这样子的内袋。像我平时拎这款包，无论是手提还是挽在手上，我可能都不太喜欢去把它两边的拉链拉起来，就直接把前边的这个扣子稍微的扣一下，让它不会脱离。然后你平时要拿任何东西，直接伸手进去拿呢就可以。另外还可以用这一根长肩带呢，用来单肩背，单肩背起来它的样子呢也是蛮好看的。那另外的这只飞马 Herbag， 它是一个限量款，我感觉这个蓝色的飞马近期好像都已经没有再出了，我在网站上面前几天有刷到过红色的配色。然后这只包首先它的这个印刻就是在更加隐秘的地方，我一开始真的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然后呢上网去搜那个功课，才发现说它原来把它刻在这种内里的这个位置。在找到之后呢，我才发现说这款包包它的年份是2019年，所以呢它也是一个低克的包包。那关于它的材质，就是一个 canvas 的材质去拼接这种很硬挺的牛皮，容量上非常的惊人，并且包身呢本身也是很轻便的，它绝大部分的重量都全部集中在上边的这个翻盖上。那前段时间我不是跟老田跑去沙漠里边玩了几天嘛，所以呢就有拿它算是当做一个旅行包一样，晚上去那个 Joshua Tree 的公园里面，就随便的把它扔在那种大石头上面，躺在上面看星星。拿回来之后仔细一看，也发现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划痕，包身呢也是非常的耐脏。像这种大小的包包，就是无论是当做旅行还是日常休闲，或是拿来通勤呢，它都非常的合适。可能我用下来它唯一一个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包扣的位置，像我平时就不是很喜欢说把它整个全都扣起来，会下意识的稍微的把它搭在上面一下，但有时候你动作幅度过大什么的，它这个地方还是挺容易松开的。目前呢我也没有找到说特别合适的解决方法，如果大家有其他比较实用的这种小 tips 的话，一定要给我留言。 OK， 那接下来就到了今天视频的第2个部分，也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刷包经验的分享。 This is everything with you right next to me。首先在去官网刷包之前，我觉得你一定要想清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问自己说
究竟自己真正想要的包包是什么。如果你想要的包仅仅是BKC 就是 Birkin Kelly 就是说 Constance 的话，那么 Lindy 啊、菜篮子以及说 Herbag 这些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附加的，那我肯定是比较建议你去到那个爱马仕的店里面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 sales， 因为其实在美国这边，如果说你去店里面买菜篮子或者说 Lindy 这样子的包包呢，也可以算作一个所谓的配货额度。你把这些包包的业绩贡献给你的 sales， 那么在他那里你就可以更加迅速的拿到你真正想买的包包。但如果说你就是真的想要买菜篮子一些比较热门的颜色，或者说想要买金刚色的 Lindy 这种，但是呢又不想去到店里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呢今年真的是可以尝试在爱马仕的官网呢去刷一刷看。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店即便说现在 reopen 呢，也都只是那种每天固定 appointment 的那种形式，所以相对来说实体店的流量呢确实会少了很多。那么今年在官网呢，他们包包的这个更新频率以及说库存吧，也都会更多一些。搞清楚第一件事情之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想好说你想买的那款包包，你最心仪的颜色或者说皮质是什么？你可以在心里面给自己就2个选择，这样子的话，等你在官网刷到你想要的包包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纠结。在你真正把那个包加到你的购物车之后呢，你是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哪怕1秒的时间都没有。只要你多纠结1秒，那只包很有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之后呢，另外一个你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先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呢注册一个账户，并且在你的账户里面一定要把邮寄地址、账单地址、信用卡信息等等的都已经填进去，然后呢，让自己在网站上刷包的时候一直保持在一个登录的状态，或者呢，你也可以让自己的浏览器去记住你的用户名跟密码，这样子即便就是你加到自己想要的包包在购物车之后想要结算，即便没有登录，也可以一键就是点进去加速整个过程。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开那个 Bags and Clutches 这个页面。如果你是第一次在他们的官网刷包，那么就是首先要刷的就是这个。这里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每一次刷这个页面的时候，其实不太用说一直往下拉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包包，而是更多的去关注它这个页面旁边的那个小数字。在你刷新看到这个数字变大之后呢，就是很有可能加了新的包包进来。那通常情况下面，如果说你在这个总的页面上面就已经刷到，就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个包，通常80%的情况下面它都已经是尸体了。但这都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记得把你看到的那款包包的单品页面打开，不用太在乎它是什么颜色、皮质或者说五金的颜色是什么，因为只要是同一款的包包呢，它都会更新在同一个单品页面下面。就比如说 Lindy 的这一支 Lindy 26，无论它是金棕的颜色还是黑色还是大象灰的这种颜色，都会出现在一个单品页面上。但是呢，不同的尺寸它的单品页面呢是不一样的。在你找到你想要的包包的单品页面之后呢，以后你就可以只去刷新这个单品的页面，而不用再去看那个总的包包页面了。据我自己的经验呢，爱马仕官网一旦出现去更新库存的这种情况呢，都会首先更新单品页面，而不是总页面。所以一旦某一款包包它有出现一个新的颜色或者说新的皮质，它都会首先出现在这个单品页面就价格下面的那一栏。点选你想要的颜色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购物车了。而这种时候往往它的总页面是还完全没有更新的。这个方法真的是屡试不爽。最近我不是还特别想要买一只那个小马的配饰，所以这几天有在官网刷到很多不同颜色的小马，并且都可以买。但因为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就我自己心中的前2名，所以呢到现在都还没有下单。而且这个刷新吧真的是不需要你每天每时每刻都去刷的，大家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觉得你们可以比较关注2个时间点。如果是想要买包包的话呢，可以在就是美西这边的时间的话，应该是下午2到5点钟，这种时候它更新包包的库存几率会比较大。另外一个时间点呢，就是美西早上很早，可能是6、7点钟这样，而早上这个时间去更新有可能会跟包包，但是大部分跟配饰会比较多一点，就比如说像小马这样子的配件。然后周末呢，我自己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看到过它有上新这种很热门的包包。大家可以把时间呢集中在可能周2到周5这样子的时间。另外还有一个我下单的时候发现的这种
小 tips， 就是在选择付款方式的时候，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 PayPal 付款的话，就尽量选择 PayPal。选择信用卡付款的是需要在你最后点下那个下单键的时候，它才会锁住你的这个库存。而选择 PayPal 的话，它就是在跳转到 PayPal 的那一刹那，它就会把库存给你锁住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跟你抢，而又是选择信用卡付款的话，它很有可能就会比你慢。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记得在刷新，无论是这个单品页还是总页面的时候，都不要过于的频繁。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很频繁的去刷新的话，那么就尽量不要连 WiFi， 选择连 LTE 呢会比较好一些。当你在使用 WiFi 的时候，如果过度频繁的刷新，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被爱马仕官网封锁你的 IP， 把 IP 封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上他们网站了，或者你就是需要可能打电话给客服去解释一下这样。除此之外，另外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关于退货。在北美这边，他们官网的退货政策我觉得还是挺友好的，在你收到货物之后的30天之内呢，都是可以免费退货的，就是在整个包装啊跟 condition 都非常完好的这种情况下面。那我之前也是就在买之前有做一些功课，就看到有人说，如果你在就官网有退货啊或者怎么样，可能会对你整个 account 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但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买到了那只包，结果拿回来发现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喜欢，还是应该要退货。像我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实行我的这种，就想要试验一下我在爱马仕官网刷包的这种理论。然后在7月份的时候呢，我就有买到一只金棕色的那个菜篮子，然后尺寸呢是18，配色的话是金棕色配银扣。但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想买的菜篮子真的就只想要买一个颜色，也就是琥珀黄。然后当时在刷网站的时候，第一次刷嘛，就觉得说哇，好难得，居然被我刷到了金棕色。在觉得这个颜色也挺难买的情况下面呢，就把它买回来了。结果收到之后，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喜欢上。我发现爱马仕的这种皮质啊、颜色、配色上，真的是在不同的包包上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是金棕配银，在 Lindy 上面就非常的戳我，然而换成18的这种菜篮子，我真的就完全喜欢不起来。最终呢，还是决定要退货，所以呢就把那个菜篮子给退回去了。然后在8月份的时候，我在买到的我手上现在的这2只包嘛，目前就我自己看来，好像也没有说因为我之前有退货就有给我砍单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就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说不要太勉强的去留一件自己原本并没有那么喜欢的东西，这个是非常没有必要的。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要给大家的小建议吧，就是可能不是非常建议大家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去买衣服、鞋子或者说首饰类的东西，这些类别的东西就其实更加建议大家去到店里买。即便说你去到店里的当天没有买到你最想要买的那款，但其实 sales 们都还挺乐意去帮你找这些类别。这些类别在 sales 那边他自己的这个提成比例也会相对来说高一点。与其在网站上买呢，你不如说把这部分的业绩贡献给一个固定的 sales， 这样子的话，他之后可能会更加快的去帮你拿到你想要的包包。OK， 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最近我自己在爱马仕官网刷包刷出来的一些小经验，就希望呢还能够给你们起到一点点的小帮助。如果大家知道其他任何就是刷包的这种小 tips 的话呢，也非常欢迎你们在留言区呢，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并且补充。最后呢，就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Calling sick in the morning, baby don't leave. They don't need to know we're out